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我怀孕3个月了，趁着去孕检，也带我父母和我老公父母去做了全身体检。负责体检的医生私下悄悄跟我交代：“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你爸爸的病不能拖了。”说完，男医生把一张体检报告交给我，上面写着我的爸爸陈辉得了肺癌，已经是中期了。看到后，我双腿不由得发软，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。我爸爸平时连烟都不抽，怎么会得肺癌呢？况且我爸爸平时最注意养生了，他上课的时候都是保温杯里泡枸杞。我支开父母，拉住老公诚心的手，抹眼泪道：“老公，我爸体检情况不太好，我们夫妻共同的账户上还有100万，能不能拿一半出来，先给我爸看病？”诚心闻言挥开我的手，一脸冷漠地说道：“50万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”说完，他点了一根烟离开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在医院大着肚子不知所措。婆婆还在看直播，声音开得很大，是她最爱看的某音的一个帅哥跳舞，账号 ID 叫大风西西，每次都会给他刷很多礼物。我怎么劝都不听，诚心追我的时候很用心，可结婚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凡是钱的事都要防着我，凡是我跟他妈闹矛盾，他都向着他妈。我因为这些事回过几次娘家，我爸妈却说哪有夫妻不吵架的，床头吵架床尾和。于是我也忍耐下来了。我爸妈都是要面子的人，要是我亲戚知道我离了婚，肯定让他们面子挂不住。毕竟在我们这个地方，女人离了婚是会被看不起的。我跟诚心约定好，每个月把收入的一半存入共同的夫妻账户。我算了一下，5年应该存了100万了。我是事业单位的，每个月1万多的工资，加上年终奖5万，5年至少往共同账户里存了50万了。他是公务员，工资还比我高个5000左右。当初我父母也是看他为人踏实本分，才没要他们家的彩礼，就同意了这门亲事。再就是看到他公务员的职业，学历又高，重本毕业，不像我只是个3本毕业。我急着救爸爸，于是就准备私自去银行取钱。到了柜台的时候，银行工作人员告诉我，钱早就被取完了。一看支取人的名字，就是我的老公诚心。他拿100万去做了什么？我正想打电话去问诚心，结果医院的电话先打过来：“是陈辉的女儿吗？实在不好意思，医院搞错了名字，得肺癌的是你老公的爸爸，陈辉，医院会给予一定赔偿的，请尽快让你公公来医院就医。”我爸爸和诚心爸爸的名字发音相似，我爸爸不抽烟，可诚心爸爸一天要抽2包烟。我早就跟他们爷俩提过戒烟的事，跟他们说吸烟致癌，可他们就是不听。这下真的出事了。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，我的观念是家里不管谁得病了，肯定都要全力医治的。我在门口看到门没关严，正准备推门进去，就听到婆婆张雪梅对我老公说道：“儿子啊，能不能再拿100万给我？我打算买套房搬出去住，总跟着你们夫妻也不好啊。我最近看了一套精装修的小洋房，住着可舒服了。你也让你妈享几年福呗。”我老公皱着眉头，沉着声音说道：“上次不是给了你100万了吗？那钱我看直播打赏，早就用完了。”我老公点了一根烟说道：“这件事千万不能让陈昭知道，他那个暴脾气，我能给他说吗？”我看着婆婆笑呵呵的脸，气得我直接推门而入：“妈，不是跟你说别在直播间打赏了吗？那些都是骗钱的。”我婆婆不以为然地撇嘴说道：“你管我？我儿子的钱，
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。诚心不敢看我，一脸心虚地低着头。100万呢？你全部拿去直播打赏了？你知不知道那是我们家救命的钱啊？我大声质问婆婆，婆婆马上坐在地上，撒泼打滚地说道：“你媳妇欺负我年纪大哦，儿子和媳妇都对我不好，我命怎么这么苦啊？”我老公一脸心疼地去扶婆婆起来，还对我说道：“我挣的钱给我妈用怎么了？你家里人生病了需要钱，你有本事自己去想办法呀。”结婚5年，我彻底看穿了枕边人。公公面色蜡黄的从卧室走出来，还抽了一根烟，看着我说道：“诚心，你看你娶了个什么媳妇，把你妈气成这样。当初我就不同意你们2个的事，当初诚心爸爸确实不同意我们的婚事，可后来知道我爸爸是老师，我妈妈是医生后，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，只因觉得我爸爸可以负责孩子的教育，我妈可以带来更好的医疗资源，说白了就是可以省钱。这次体检的费用都是我妈托关系免费做的。”我提着包包就摔门而出了。我公公还在后面咒骂道：“不尊重老人，小心出门被车撞死。”我冷漠地笑笑，反正得病的不是我爸，我着急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在外面闲逛了一下午，想着暂时先不把这件事告诉我爸妈，免得他们担心我受欺负。回家后，我婆婆冲我翻了个大白眼，举着手机看美女主播直播，婆婆脸上还挂着快乐的姨母笑。我还真没搞懂直播哪里有这么大的魔力，让她如此着迷，甚至一掷千金。我去看婆婆的手机，婆婆马上把手机挪开，不让我看，一边去，别打扰我看妞妞直播。她对我和对她亲儿子都没这么亲密，却对一个陌生的女主播献殷勤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这个女主播说不定不简单。我偷瞄到这个账号的名字叫小雨夭夭，我也拿起手机进了直播间。刷进直播间是一个正在扭着腰跳舞的小姐姐，清纯中透露着几分妖艳。她跳得并不算出彩，直播间的人也只有10几个。很快，我看到了婆婆的 ID， 叫人间富贵花。婆婆直接送了她一连好几个嘉年华。我点开礼物价格查看，一个嘉年华要1000块，婆婆几分钟就花了小1万块。我越想越不对劲，走到婆婆面前问道：“妈，这个小雨夭夭跟你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要给她刷这么多礼物？”我婆婆朝我呸了一声，很愤怒地站起来说道：“关你屁事！”我公公也跟着看我婆婆手机里的直播，朝我说道：“你自己人老珠黄，还不让我看年轻漂亮的小姐姐了吗？被人莫名其妙地说老，我都不生气，但要把我跟诚心的夫妻共同财产花出去就不行。妈，这100万是我和诚心的夫妻共同财产，你看是不是应该还给我们？”婆婆闻言，立马大吼大叫起来：“儿呀，你快出来吧！你媳妇要逼死我呀！”我老公头发都还没擦干，就从浴室走出来，冲我吼道：“陈昭，你怎么又跟妈过不去了？你能不能消停几天呢？”我气不打一处来，说道：“什么叫我不消停？你妈把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全花光了，我们孩子出生了怎么办？养孩子哪样不花钱呢？”诚心开始像往常一样和稀泥，拉着我的手：“好了，老婆，钱没了可以再挣啊，咱妈都一把岁数了，我这不是想好好孝敬她吗？我知道你最孝顺了，一定会支持我的决定的，你总不能这点孝心都没有吧？”我早就不想吃诚心道德绑架这一套了，甩开他的手，说道：“你少来这套，今天必须让你妈把钱还回来。”诚心立马变了一副嘴脸：“你是不是敬酒不吃，想吃罚酒啊？”婆婆在一旁煽风点火地说道：“媳妇不听话就是该打，
隔壁老王家的媳妇就是被打听话的，你呀，就是太心软，打少了。我听到婆婆让我老公家暴，我朝她怒吼道：今天你不给我个交代，这是没完！诚心狠狠地推了我一把，我倒在地上见了红，我痛苦地躺在地上，血从我身下渗出来。我的孩子，快送我去医院！诚心却还在为自己刚才的行为辩解，这都是你逼我的，要不是你这么对我妈，我也不会推你。只要你向我妈保证，别再提100万的事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我冷笑一声，自己拨通了120的电话。诚心，我们离婚吧。我公公听到我说离婚，马上说道：这不就是一个孩子吗？以后还会有的，没必要因为这点小事就闹离婚吧。我婆婆也迎合道：就是离婚还是不至于的。再说你离开我们诚心，谁还会要你一个二手货呀？我快被气晕的时候，120总算是到了家门口，将我抬上了担架，送往了医院。我相处了5年的丈夫，从来就没有爱过我，结婚前对我的好，对我的专一，都是骗人的。我真想扇自己2耳光，当初真是瞎了眼。到了医院，医生告诉我孩子保不住了，只能做清宫手术。温柔的女医生用充满磁性的声音问道：你的家属呢？我把头偏过去，不让他看见我落泪。我的丈夫害死了我的孩子，他们来不了。女医生都为我打抱不平地说道：现在这些男人太不负责了。她递给我一张手术前的告知单，那你在这里签字。我签完字就被送进了手术室，下身的疼痛在全身蔓延开来，却抵不过心里的痛。我的孩子就这么没有了。我在心里暗暗下决心，一定会为失去的孩子讨个公道。诚心是一名公务员，最要面子了。我直接去了他的单位闹事，在他单位报了警，理由是他推了我，害我流产。他的领导找到我，希望我私下解决。我却放大了声音说道：一个连自己老婆都忍心加害的人，你们还指望他在工作上尽心尽力地帮你们吗？就不怕他在背后加害你们吗？诚心冲过来，想要继续打我，被他的领导拦下来了。小程，你的家务事我不管，但是希望你能私下解决，等你解决好了，再来上班吧。诚心想要解释，警察在这个时候来了，带走了他。在派出所，我把诚心推我导致流产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。最后我拒绝和解，婆婆和公公赶到派出所，婆婆想扇我，被警察拦下了。你这个贱人，还敢乱说，明明是你自己跌倒的，还怪在我儿子身上。我早就料到他们会抵赖，幸好家里客厅有个监控。说来这个监控，还是我担心公婆在家里忘关火有危险才安装的，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。我把这段视频拿给警察看，并表明我拒绝和解的决心。我婆婆看到事情闹大了，才开始服软。小昭啊，这件事是我的不对，你就原谅诚心一次吧。你们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夫妻，总不能一点情分都不讲吧？说着，婆婆在警察局里给我下跪，说道：都是我的错，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。诚心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恨意，她把婆婆扶起来。诚心好不容易考上的公务员，这下要是坐了牢，就要丢饭碗了呀！婆婆边哭边朝我作揖求饶，诚心也朝我跪下了。老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。我冷笑一声，说道：和解也可以，你给我磕3个响头。诚心立马朝我磕头，可以了吗？不行，我还是不能原谅你。诚心从地上爬起来，恶狠狠地盯着我说道：陈昭，你给我等着！我拒绝和解，回了父母家。诚心要面临3个月的刑拘，
我把事情跟我父母一说，我妈气得跳脚，当初就不该同意这门婚事，想不到他们竟然敢这么对你。我爸披了件外套准备出门，说道：“我这就跟他们理论去。”我把我爸拦下来，说道：“程心的爸爸得了癌症，活不久了。他们一直以为得癌症的是你，我身体好得很，怎么会得癌症？”我妈恍然大悟，他们就是不想拿钱出来给你爸治病，结果没想到得病的是他爸，真是罪有应得，这就是报应。我把离婚的决心告诉父母，他们都支持我。我知道父母都是体面人，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想我离婚，但他们还是更爱我一点，希望我余生幸福快乐。我赶紧起草了离婚协议书，等着程心从局子里出来就谈判。3个月后，程心出狱了，回了家。我拿着离婚协议书找到他，一进家门，程心就朝我甩过来一个杯子。我头一偏，没打着我，杯子落在地上，碎成了2半。这个杯子是我在结婚纪念日送给程心的礼物。再看着这个当初爱得死去活来的男人，我竟然提不起一点兴趣了。你还敢回来，害老子丢了工作！我拿起扫把，把杯子的碎片扫起来，扔进垃圾桶。这里是我家，是我父母给我买的婚房，我凭什么不能回来？离婚吧，把字签了，然后带着你爸妈从我家滚出去。还有，我们夫妻共同财产的50万还回来。当初程心说要把他爸妈接来跟我们同住，我就不同意，但是他又说了一大堆，父母年纪大了，就他一个独生子，如果不能尽孝，会被亲戚指责。我这才同意他把爸妈接来同住。当时程心才刚考上公务员，连房子都买不起。我爸是老师，我妈是医生，我家底还算殷实，于是就把我婚房的主卧拿给他们住，我跟程心住次卧。我爸开始也不同意这门亲事，奈何我当时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，非程心不嫁，我爸这才拿我没办法，同意了。结婚的时候，我家连彩礼都没要，我和我妈当时都觉得程心他是肯干，只要好好过日子就行了。结果哪曾想到如今这般狼狈，真是后悔莫及。程心一看我是认真的，才开始害怕。老婆，离婚没必要吧？你让我爸妈去哪儿住啊？他们那么大把岁数了。我把离婚协议书扔到他面前，说道：“赶紧签字，我爸生病还要花大把的钱，你就不怕我拖累你们？”程心的脸上闪过了一丝犹豫。婆婆从卧室走出来，朝我吼道：“离就离，不离是孙子。”婆婆朝程心耳边说了一句话，程心爽快地签了字。那50万你3天内打到我账户上，然后给你们3天时间搬家。程心用狠厉的眼神看着我：“陈昭，你别后悔。”我冷笑一声，收拾好了东西，准备暂时搬到娘家。他爸得了癌症，要花的钱还多呢，可别让他家拖累了咱们，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。婆婆边嗑瓜子边说道：“我和程心去了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，走之前我刻意提醒了程心，1个月后民政局领离婚证，谁不来谁孙子。”刚走出民政局，就看到抖音上的女主播小雨夭夭站在门口，我前婆婆挽着她的手，朝程心打招呼。程心笑着走上前，拉住小雨夭夭的手。原来如此，难怪张雪梅要给她刷这么多礼物，原来他们才是一家人啊。我走上前问程心：“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”程心不耐烦地对我说：“婚都离了，关你什么事？”那个小雨夭夭夹着声音说道：“我和新哥认识的可比你早呢。”我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那祝你们百年好合。”小雨夭夭看我一脸无所谓，反倒有点不甘心。他拉住我继续说道：“当初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和新哥早就在一起了。
论先来后到，你才是那个小三。我甩开他的手，骂道：神经病！你爱捡垃圾吃我不管，别在这儿挡道。说完我就走了，回了我父母家，然后把之前那套婚房挂出去了。1个月的时间，我不用做家务，每天保养皮肤，我看起来至少年轻了10岁。到了领离婚证的那天，我给程心一家准备了一份大礼，程心一家都陪着他来领离婚证，包括那个小雨夭夭。我和程心很快办完了手续，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，我松了一口气。程心挽着小雨夭夭走向了结婚的窗口，张雪梅笑眯眯地上前帮忙排队取号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程心和小雨夭夭领了结婚证走出来。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我拿出体检报告单，塞给程心。其实得癌症的是你爸，不是我爸。程心不可置信地看着体检报告，小雨夭夭也一脸震惊，问程心：你不是说是他爸得癌症了吗？程心低着头喃喃道：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婆婆也走了出来，抢过了体检报告单，撕得粉碎，想找我们家借钱，门都没有。婆婆挽着小雨夭夭的手，说道：我们小雨呀，是福星，不像你是扫把星，把你爸都克死了。程心蹲下，把被婆婆撕碎的体检报告捡起来拼好。婆婆还一脸疑惑地问程心：你这是干嘛？程心朝婆婆大吼道：得病的是咱爸呀！我婆婆蹲下一看，拼凑起来的的确是我前公公程辉的名字。苍天呐！程辉迎着太阳走出来，也凑过来看体检报告。我得癌症了！程辉被吓得没一会儿就晕倒在地上。趁着他们手忙脚乱，我跑了。我在父母家潇洒了没几天，程心和他妈就提着水果来到我家门口。我爸开的门，看到是他们，忍不住破口大骂：你们还敢来我家，这么欺负我女儿！张雪梅将水果递上去，被我爸挥开，水果掉了一地。程心蹲下把水果捡起来，他泪流满面地说道：爸，我知道错了，就让我见一下小昭吧。小昭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见一下我吧。我妈冲到门口，让他们滚出去。张雪梅还拦在门口，不让我妈关门，说道：亲家母，你不是医生吗？赶紧给我老伴找个好点的医院吧，再找最好的医生，费用什么的最好也能免了。我妈也气得要骂人了。你们做梦，这么对我女儿，还指望我帮你们，绝无可能。我就是死，也不会帮你们这群人渣。我换下了睡衣，穿好衣服走出来。吵什么？叫保安啊！程心看到我，马上扑上来，跪在我脚边，说道：小昭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咱们复婚吧。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呀！我爸住院了，现在也没人照顾。我推开他，扇了他一巴掌，说道：合着是想让我当免费的护工照顾你爸呀？让你妈去把给那个小雨夭夭的钱要回来，不就有钱请护工了？张雪梅陪着笑脸，拉着我的手，说道：以前的事是我不对，我发誓以后只认你这一个儿媳妇。我直接扇了张雪梅一个巴掌，滚呐！别让我再看见你们这些晦气的东西。程心拉着张雪梅的手臂，祈求道：妈，只要小昭能原谅我，你就让他扇你几个巴掌吧。咱爸还在医院呢。张雪梅也跪在了地上，闭上了眼，等着我扇他。我直接踹了他一脚。小昭，你气也出了，就跟我复婚吧。我绝对不可能跟你复婚，除非你把我哄高兴了。程心听到还有机会，马上爬起来。你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肯复婚？程心开始学狗叫。以前你不高兴，我都会学狗叫哄你开心。小昭，你忘了吗？以前你每次来，姨妈痛得睡不着觉，我都会把手搓热，帮你捂肚子。你上学的时候想喝茶颜悦色的奶茶，
我还坐高铁去外地给你买回来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不是我忘了，是你不配我记得。程心声泪俱下的样子，如果是以前的我，说不定还真的会给他一次机会。但现在他演得越真，我就觉得他心机越深，全是算计的日子，我过够了，也过怕了。程心在结婚前确实对我百依百顺，还很会给情绪价值。我稍微有点不开心，他都会变着花样哄我。有次我大热天看演唱会，因为隔得太远看不到闹小脾气了，他二话不说就把我举到他的脖子上，让我看演唱会。一连3个小时的演唱会，他累得满头大汗，却没有一句怨言。等我心情好了，会考虑和你复合的。我爸妈过来拉住我的手，冲我摇头使眼色。现在离开我家，程心和张雪梅以为自己目的达成了，放心的回去了。他们那样对你，你还要跟他复合？我只是怕他冲动，报复我们罢了。再说，我也没说我什么时候心情好呀。我拿出一封邮件给我爸妈看，有一档国内的相亲节目邀请了我们一家，干脆趁这个时候，我们一家去外地录综艺吧，顺便相个亲。我爸妈马上喜笑颜开。我就说，我们女儿怎么会蠢到往火坑里跳？既然女儿想去，我跟你爸全力支持你上电视相亲。我和父母去了外地录节目，期间程心给我打了几百个电话，我都没接，直到听说程辉已经时日无多了，我才接了他的电话。你知不知道我爸都晚期了，你竟然还敢玩失踪？我清了清嗓子，郑重地说道，我带我爸妈去外地玩了，我孝敬父母有错吗？你不会连这点孝心都没有吧？我把当初他对我说的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他，气得他直接挂了电话。不久，我以知性姐姐的形象在相亲节目中出圈，每场节目都有人为我亮灯。其中一个男嘉宾是个高富帅，他们一家也为我留了灯。在节目里，我问他，你不介意我离过婚吗？他坚定地回答道，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每个人都有曾经，不是吗？他妈妈在节目中对我说，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喜欢，要是有缘能成为我的儿媳，我们罗卷的一切都是你的，这是我们最大的诚意。我同意了罗俊的追求，我爸妈对他也很满意。我前夫程心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我的相亲节目，直接跑到节目组后台闹。陈昭是我老婆，我跟罗俊拉着手走出来，就看到闹事的程心，摄像头立马对准了我们3人。程心声泪俱下地指着我，说道，这个女人知道我爸得了癌症就要和我离婚。我婆婆也来了，在节目现场撒泼，这种嫌贫爱富的女人，你们也敢要啊？我老太婆今天就要曝光她的恶行，在家里动不动就打骂老人，我爸妈被气得差点晕倒。你们血口喷人，明明就是你们一家欺负我女儿。我爸一个老师，被逼得差点动手打人，被我拦下了。张雪梅和程心的气势更凶了，其他人也在议论纷纷。想不到陈昭竟然是这种女人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看起来那么知性，实际上是个忘恩负义的。她太让人下头了，想都不用想。现在弹幕把我骂成什么样子？罗俊挡在我面前说道，我相信小昭，她一定不是这种人。我拿出了一份资料，对准了镜头，这是我爸被误诊的资料，还有医院赔偿的文件。我前夫一家听到我爸得了癌症，不仅不同意把我们夫妻共同财产拿出来，还挪用了我的那一半存款，给我前婆婆去打赏直播女主播。打赏的女主播小雨夭是我老公的情人。在离婚后，我前夫一家知道了得病的是他爸，就想找我复合，让我当免费的护工，在医院照顾他爸。
我说的句句属实，有一句假话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弹幕的风向开始逆转，渣男还有脸上节目，滚出去！姐姐真是太可怜了，心疼姐姐哎！罗俊紧紧地抱住我，我想起曾经的那些苦，身体都在发颤。我鼓起勇气面对前夫说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你妈早就把县城里的房子卖了，给了另一个男主播，他的 ID 叫大风西西。如果我调查的没错，那个大风西西是你妈的另一个儿子。”张雪梅心虚的不敢抬头，诚心抓狂的摇晃她的身体，没了一点孝顺的样子。你不同意卖县城的房子救我爸，是早把房子卖了给野种了，是不是？张雪梅也不掖着藏着了，直接破口大骂：“你爸一个臭老头又没情趣，有什么好的？我另外找也是情有可原。”诚心直接在节目现场扯张雪梅的头发，喊道：“都是你害死了我爸！你还跟我说娶了王宇会有福报，害我婚也离了，工作也没了，我打死你！你这个贱人！”诚心准备打张雪梅，警察上来把他们带走。没多久，这件事上了热搜，相亲大战奇葩前夫。网上有人曝光了诚心的过去，他专门找家境中上的乖乖女骗。在我之前，就有好几个女的被他骗过，只是后来那些女的失去了利用价值，就被他抛弃了。我曾经深爱过的人，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。我的节目录完了，也回了父母家，房子也卖出去了。我要去办理过户手续，在房产交易中心。我遇到了面色蜡黄又苍白的前公公程辉，他和房产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，房子怎么会没有了？那个房子值50万呢，你要问就去问你老婆，是她把房子卖了的。程辉给张雪梅打电话，叫她过来。没一会儿，张雪梅被程心压着带来了。程辉拉住张雪梅的手，问道：“卖房子的钱呢？”张雪梅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，诚心帮她说道：“钱都给他另一个儿子了，他每天看的直播就是他那个野种的直播。”程辉这才发觉自己被绿了。你不是说那就是个小帅哥吗？竟然是你亲儿子！你拿我儿子的钱去养你儿子，还害得我现在没钱治病。他气得狂扇张雪梅的脸：“你这个不要脸的老贱人！我要死也不会放过你！”张雪梅被打得说不出话来。程辉打完张雪梅后，拉住程心的手，说道：“儿啊，你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，你可不能不管我呀！”程心把手抽出来，不敢看程辉的眼睛：“我失业了，没钱了，爸，咱们不治病了吧？我带你去云南旅游，你不是一直想去吗？”程辉被气得两眼一黑，又晕了过去。程心这次在网上出了名，没有一家公司敢要他。听以前共同的好友说，他只能去借贷养贷，利滚利，直到彻底崩盘。他们一家现在住在一间老破小的出租屋里，回家还要爬10层的楼梯。程辉已经晚期，治不起病，就只能在出租屋里等死。后来我在新闻上看到，程辉和程心跑到张雪梅和私生子的家里，程辉把张雪梅捅了，张雪梅拿程心挡刀，结果程心被捅了。程心临死前又把张雪梅的奸夫王雷捅死了。张雪梅的私生子大风西西真名叫王希，他又把程辉捅死了。最后就剩下了王家养女王宇和受重伤的张雪梅。王宇不愿意照顾张雪梅，张雪梅没多久也死了。王宇丧偶后，到处勾搭有妇之夫，最后被一个富豪的原配打成了重伤。至此，他们家彻底绝后了。我和罗娟也已经结婚了。我再次怀孕，做产检的时候，遇到了病床上的王宇，他眼里含着悔恨的泪水，告诉我说，当初你婆婆找大师算过命，说我是福星，只要娶了我，就能节节高升。
其实那个大师，我早就跟他串通好了。你婆婆给我刷几个嘉年华，我就跟程心发生几次关系。后来我怀孕了，我为了把孩子生下来，只能找大师骗他说你是扫把星，会带来灾难，他才同意你跟程心离婚。我原以为上位后张雪梅会继续给我钱，没想到她竟一分不出了，还想我去找份正经工作养孩子。我跟程心也提出了离婚，可他们不同意，说是怕福气跑了。程心天天打我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就回去告诉了我哥和我养父。正好程心和他爸找上门来，才发生了惨剧。我看着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王宇，知道他说的都是实话，你好自为之吧。王宇在病床上哭闹着，拔了所有的管子，最后没多久也死了。我和罗娟一起带着宝宝去国外度蜜月，婚后我们感情很好。在海边的时候，他躺在沙滩椅上问我：“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”我摇摇头，疑惑地问道：“我们之前认识吗？以前上高中的时候，那些男生都欺负我长得胖，只有你愿意跟我玩，还不准他们欺负我。”我惊讶地抬起头，问道：“你是罗小胖，你怎么瘦下来的？”他紧紧地抱住了我，继续说道：“我和你考上了同一所大学，却没想还是晚了一步，你被程心那个人渣追走了。后来我在相亲节目里看到你，就和爸妈报名了节目。我就是为你来的，我还害怕我没来，你就跟别人走了呢。不过现在也不晚，我总算等到你了。”我这才记起来，高中的时候有个男孩，大家都叫他罗小胖，因为他有200斤。他不爱说话，总是被其他男生欺负，我实在看不下去。有次路过发现他们在男厕所霸凌罗俊时，就告诉了教导主任。后来那几个霸凌的男生还受了处分。我给罗卷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：“不要放弃自己，你会变成更好的自己。”现在他真的做到了，不仅事业有成，还是个大帅哥。我还给你写过情书呢。我高中的时候是班里的班花，追我的人也不少，但是当时脑子里只有好好学习，于是把所有情书都扔进了垃圾桶。没想到罗俊也曾给我写过情书。我在茫茫人海中错过的有缘人，又一次回到了我的身边。这次我一定会抓紧你的手，不会松开了。至于走错的路，就没必要再纠结了。时间会冲淡一切，珍惜当下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黑白无常拿着软册在登记每个人的死法。轮到我的时候，他们捋了捋长舌头，问：“丫头，你怎么是这样死的？”我是被我爸妈活活打死的，因为我偷了弟弟的牛奶。2位大哥绕着我看了半天，然后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悄悄交流了什么。丫头，你怨气太大了，喝了孟婆汤也忘不了这辈子的事。我们7天后再来接你。于是我又有了一次新生的机会，做7天的鬼，在那个还充满着血腥味道的屋子里。你妈的，老子叫你动作轻点，动作轻点！我爸赤红着眼，往我妈肚子上踢了一脚，把她踹倒在地上。老棺材鬼，你现在来骂我了，还不是你周家的好基因，生出这么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我妈骂骂咧咧，倒是离我爸远了些，去收拾散落一地的牛奶。他的宝贝儿子回来了还要喝，没有人理会躺在地上，身体逐渐冰冷，血液慢慢凝固的我。就在半小时前，我背着书包从学校回来，我妈正在厨房做菜，盐不够了，她叫骂着冲出厨房，把围裙往桌上一丢，盖住了我正在写的作业。我高中住校，1周才回来一趟，她见到我时吓了一跳，脚被跺了，走路不出声音的。从小她对我就是这种态度。后来弟弟出生，我爸失业，他开始变本加厉，
只是我干这干那，甚至连高中学费都不给我交。这时候反抗他是没用的，甚至会得到一顿恶毒的谩骂，甚至一顿打。我沉默着收拾了作业，拿起书包，朝着我的小房间走去。耳朵不长了是不是？今天他脾气格外暴躁，见我不理睬他，直接拧住我的耳朵，力道之大，让我不禁痛呼出声。挂在手中的旧书包顺势滑落，书本和笔掉了一地。哦，还有一瓶牛奶。好家伙，你偷东西是不是？弟弟的牛奶怎么会在你书包里？他像是找到了发泄的理由，把那瓶牛奶捡起来，然后狠狠砸向了我的脸。家里有什么对不起你的？紧着你吃，紧着你穿，你不感恩就算了，还偷弟弟的东西。牛奶重重地砸在我太阳穴上，火辣辣的疼。我没有偷，这是弟弟给我的。我下意识地反驳，即使从小到大被冤枉了无数次，我还是试图解释，祈求有一次他们能听进去。可是没有用，在这个家里，唯一对我好的，只有比我小5岁的弟弟。我妈没听我的解释，她把这瓶牛奶当作罪证，而我就是罪该万死的那个罪人。于是她扯着我的头发，开始拿围裙抽我的脸。娘的，吵什么吵？门砰的一声被推开，我爸回来了。他新找了个门卫的工作，工资大不如前，可还是像往常那样挥霍，在外面充大款请人吃喝，在家里就成日成日的撒酒疯。要不是高中每周必须放假1天，我宁可躲在那个潮湿的寝室里，也不想看见这些狗东西。听到他来的动静，我害怕地颤抖了起来。吵，还不是你这畜生闺女！你问问他干了什么好事？偷弟弟的零花钱去上学就算了，现在连弟弟的牛奶都要偷。我爸摇摇晃晃地走过来，手上还提着个玻璃酒瓶，一个巴掌就朝我脸上扇了过来，直接把我扇倒在地，嘴里不干不净的，早就说生下来淹死算了，死老太婆拦着我不让，这下好了，整天讨债。说到讨债这个词，我爸像是被扎中了什么痛点，突然精神了起来，抡起酒瓶子往我背上打，一下又一下。我瞪大眼睛，嘴唇被咬出血来，食指张开，拼命往前爬。我妈在这时候死死按住了我，怂恿我爸打死好了，打死算了，省得再花我们的钱。她高高举起了酒瓶子，这一下正中我后脑勺，我的头啪一声落在地上，再也没了动静。我在17岁这年，在从来没有过关爱和温馨的家里，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活活打死。我缩在角落里，还没习惯鬼的这个身份。那个男人把鞋往地上一蹬，倒头就睡。女的拿出了拖把扫把，开始收拾残局。她把我的身体像个物件般拖来拖去，最后还不解气，往我背上踢了2脚。小棺材鬼，死了也给我找事！收拾完地面上的血迹，接下来要处理的就是我的尸体了。他把男人从床上喊醒，两人把我包在一块旧毯子里，塞进了车后备箱。我的弟弟周怀四马上要回来了，他们没有机会去抛尸。看完他们这些举动，我这个没有温度的鬼也不免心里发寒。从小到大，我都知道自己和小伙伴们不一样，他们有爱他们的父母，会将天底下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他们，而我从来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爱，哪怕一丝温度，都能让我产生千种万种感恩。我自卑到骨子里，从不奢求橱窗里的漂亮衣服，闻到烘焙店面包诱人的香气，也从不敢踏足。他们不是好的父母，甚至不是人，比恶鬼还可怕。阿四啊，你回来了，快来吃饭，妈妈给你做了你最爱的可乐鸡翅。女人笑着上前，接过周怀四的书包，然后一家人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似的，上桌吃饭。姐姐呢？她还没回来吗？
周怀寺看着那个空着的座位，上面连一副碗筷都没有，女人的表情僵硬在脸上。你管他做什么？他偷你的牛奶，不过是说了他几句，就跑出去了。牛奶是我给姐姐的，她上高2了，应该多补充营养。男人又开了一瓶酒，急不可耐地往嘴里倒。你吃你的，少管闲事。我终于忍不住了，从角落出来，直径走到桌前，试图将这一桌饭菜推翻。可我的手伸过去，只摸到了空气。我已经死了，姐姐！空有一腔愤怒无法发泄，我无声地嘶吼着，最后脊梁弯曲，慢慢蹲在地上，抱紧了膝盖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我不敢置信地抬头，看到周怀寺关切地弯腰看我。你怎么头上流血了？那边哪里有人啊？阿四，你在说什么？女人颤颤巍巍的声音在周怀寺身后响起。姐姐在那呢。我慢慢站起来，悬浮在空中。周怀寺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他伸出手，却只穿过了我的身体。我无声地落泪，对着周怀寺摇了摇头。周怀寺能看见我，看见我这个头破血流、身体扭曲的怪物。家里又爆发了一场争吵。周怀寺质问那2人到底对我做了什么。女人毫不在意，往他碗里又加了一个鸡翅。你管他做什么？他死在外面都和你没关系，你别神神鬼鬼的了，是不是学习太辛苦了，出现幻觉了？男人喝完了一瓶啤酒，举着酒瓶猛地站起来。看到这个动作，我下意识后退了几步，紧紧用纤细的胳膊抱住自己。我还记得酒瓶一下又一下打在身上的痛，一寸一寸地蔓延全身。周怀寺见状挡在我面前，死死盯着男人手中的酒瓶。你是不是又打姐姐了？你们这是家暴，是谋杀。男人看着周怀寺奇怪的维护动作，布满红血丝的眼微微眯起。谋杀？他早该死了，10几年前刚生下来就该死了。他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，甚至还在遗憾为什么没能早点杀了我，为什么外婆把我护在怀里的时候，他没能把我拎出来，淹死在冬天室外的水缸里。疯子！周怀寺嫌恶地看了他们一眼，扔下筷子朝着外头跑去。我飘在空中，第一次离那个男人那么近。他长了一张普普通通的脸，看着和外头每一个父亲都没什么不同，可他却从来没尽过一个父亲的责任。明明我也是他们满怀期待生下来的孩子，就因为不是男孩，就应该遭受这般非人的待遇。我虚虚握住了手，飘到女人耳畔，轻轻吹了一口气。女人立刻抬起手捂住了耳朵，疑神疑鬼地朝周围看去，想来是把周怀寺的话放在了心里。原先还对要留在这里7天这件事感到害怕和恶心，现在我却笑了起来，满意地看着女人眼睛里闪过的一丝害怕。7天还是太短了，我想一笔一笔地还给他们。我拦下了骑着自行车赶往警察局的周怀寺，只是意念一动，我就出现在了周怀寺前面。他一个急刹车，没碰到我，倒是自己摔了。姐姐，没撞到你吧？他扶着车站起来，没管甩出老远的鞋子和擦伤的膝盖，第一时间想到了我。出生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，周怀寺奇迹般没有被那2人的思想玷污。从小到大我被打，都是他挡在我面前。姐姐，我是男孩子，我能保护你。面对挡在我面前的宝贝儿子，那2人只能悻悻收手。打一下又怎么了？养这么大还娇贵起来了，还以为是千金大小姐呢。才10岁的周怀寺一字一顿，无比认真地说：“她是我姐姐，我要保护她。”而在周怀寺看不见的地方，我肿着脸跪在地上擦地。女人手上拿着鸡毛掸子，时不时抽打在我背上，还会告状了。小棺材鬼，喜欢和弟弟告状是吧？
让弟弟和我们吵架是吧？我还使唤不动你了。他嘴里喷出恶毒的字眼，咒骂我，把一切不顺心发泄在我身上。周怀寺回来，看见我红肿的脸，放下书包就跑出去想质问那个女人。我死死拉着他的胳膊，求他：阿四，你别和他吵了，他到时候又会来打我，你护不住我的。只有在自己的小房间里，我才敢这样肆无忌惮地哭。外面那两个恶魔看见我的眼泪，只会更兴奋。他们觉得自己征服了我，是高高在上的。周怀寺抹了一把我的眼泪，无比认真地看着我：姐姐，以后我陪你回家，我护得住你。从这天起，周怀寺将每天最后一节自习课翘了，不是像同龄人那样逃课躲进网吧，而是来初中门口接我。周平，那是你弟弟吗？我的初中离家有段距离，同学们都是父母来接，或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家。我向来都是走回家的，从来没奢求过能在校门口看见谁来接我。但周怀寺来了，他把自行车擦得锃亮，在密集的人群中一下子抓住了低着头的我。姐，这儿。我匆匆告别同学，小步朝他那边跑去。以后我们一起回家，他们不敢对你怎么样了。于是我偷摸着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。但好景不长，很快这件事被发现。周怀寺的老师把他逃课的事情告诉了家长，我成了出气筒。女人闯进学校，骂骂咧咧，把我从课堂上揪着耳朵拉出来，反手抽了我一个耳光。老师围在边上，同学们纷纷从教室里探出头，好奇地看着我们。这小畜生自己不学好，还教弟弟逃课，他弟弟懂什么呀？被这恶毒的姐姐骗的。老师，这小畜生就是要打的。学不好，我已经快忘记老师们是如何把我从女人手中救出来的。他们看我的目光或多或少都带了几分同情，但仅仅是同情，谁也没能救我。我顶着个红色的掌印回到课堂，同学们探究的目光像利剑一般扎进我心里。我像是古时候被凌迟的囚犯，回忆好似将痛楚都掩藏了起来，可只要稍稍一想，就都记得了。我已经死了。我冲着刚从地上爬起来的周怀寺冰冷地开口：姐。周怀寺粗粗喘了几口气，真相被我血淋淋揭开。他伸出手想要触碰我，可是再也碰不到了。在他面前是一只头上流着血、四肢扭曲的鬼。你不能报警。周怀寺毫无征兆地流下泪来，他痛苦地弯着腰，直到支撑不住跪在地上。姐，他们都那样对你了，我要让他们去坐牢。该死的是他们，是他们，坐牢可太便宜他们了。哪怕判了死刑，短暂的痛苦就能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。我要的是他们好好活着，享受我给他们的礼物。他们坐牢了，你怎么办？你以后就是杀人犯的儿子了。我也蹲下来，虚影靠在周怀寺肩膀上。阿四，你还要继续读书，你要替姐姐好好活下去。至于那两个，我不会放过他们的，你也不会放过他们的，对吧？阿四，我比周怀寺先一步回到家里，男人正在处理我的尸体。他喝了酒，但毫无顾忌地上了车。我走小路，把他埋到山上去，没人知道的。挖出来的几年后了，谁还记得他？他洋洋得意地朝女人讲着自己的计划。女人谨慎些，让他带一只活鸡回来杀了，好解释家里的血腥味。再去买一把艾草吧，我怕这丫头到时候上门来了。娘们家伙，怕这怕那的。男人并没放在心上，一路驾着车上了小路。如他所料，这一段没有交警，而且也看不见什么人。再往深处开去，甚至连监控都看不到了。他越开越激动，嘴里哼着歌，
谁能猜到这个男人的后备箱里藏着女儿的尸体？我跟在他身边，就坐在副驾驶上。虽然碰不到人，但我发现自己能碰到点死物。只要集中注意力，挪动一两颗小石子还是不成问题的。于是我动了动手指，下一秒，车轮被突然出现的石堆拦住，偏离了轨迹。男人喝了酒，动作迟缓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车头已经直直朝着山体撞去了。他赶紧踩刹车，可没料到刹车变成了油门，一脚油门下去，车加速撞向了山体，砰的一声，挡风玻璃应声碎裂。本应该弹出来的安全气囊也没发挥作用，男人的头猛地撞到了方向盘上，磕出了血。我冷冷地飘在一边，面无表情地观赏了一番男人头破血流的惨状，悄无声息地露出了一个笑来。屋子里的女人正在洗碗，这3个碗她已经洗了半小时了，每每从清水中捞出来，一眨眼碗上又是满满的血，像我无声无息蔓延在地上的血一样。她越洗越慌，越洗越怕。就在这时候，周怀四推门进来了，他瘸着一条腿，用力甩上了房门。女人像是被这关门的声音惊醒，连手上的水都来不及擦干，手忙脚乱跑到外头去。好不容易在一家店里买到了一把艾草，她深信这是能驱邪的东西，直接别了一大把在围裙上。这次洗碗终于没看到幻觉了，她稍稍舒了心。边上的我伸出手拨弄了一下艾草的尖。周怀四在写作业，一边写，眼角一边流下泪水来。于是他一边抹眼泪，一边翻着作业本，最后终于忍不住了，啪一下把本子甩到地上。我正好在这时候飘进来，作业本落在我脚下，我弯腰想帮他捡起，不会写了。周怀四见我的时候总是红着眼睛，小时候他哭着说不要打姐姐，长大后他挡在我面前说他能护住姐姐。我初中毕业，男人就给我找了个电子厂的工作，月薪2000，哪怕我拿到了当地最好高中的录取通知书，养你到初中了，你还读什么读？你弟弟难道不要读书了？我将录取通知书送到男人面前，希望他能改变主意。女人给男人送上了一盘下酒的花生米。你爸早给你说好了，去电子厂上班，只有那里收初中学历的。你也多为家里考虑考虑。我不想去电子厂，我成绩好，到时候能考上好的大学，能找到更好的工作。我紧紧捏着录取通知书，苍白无力地反驳。男人啪一下把筷子甩在桌上，盘子里的花生米散了一桌。给脸不要脸了，小畜生！养你到10几岁还不够，还读什么书？你一个女的，能有什么出息？他们明确表示不会给我交学费，我只有去电子厂上班这一个选择。书中山水如墨的江南，巍峨雄伟的北京离我那么遥远，我只有读书这一条出路。于是我违背他们的决定，去打暑假工，白天在便利店上班，晚上去足浴店打扫卫生，回家的路上捡几个空瓶。周怀四年纪小，很多暑假工都不收他，他只能早上送我出门，中午来给我送饭。姐，我有钱，我的钱都给你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袋子，里面零零散散装了不少纸钞。彼时的他也大手大脚，一有点钱就和朋友们去电玩城。可这个暑假，他再也没去过，将所有零花钱攒下来留给了我。我和他一点一点攒着，终于在开学前攒够了1年的学费和生活费。报名当天，事情被揭发了。女人尖着嗓子叫骂着，男人从门后拿出了一把扫帚。周怀四始终挡在我面前，棍棒一丝一毫都没落到我身上。慢慢写，不会的姐姐教你。我把他的作业本捡起来，还没放到他桌上，
作业本就落了下来。今天的我已经筋疲力尽，甚至连模样都淡了几分，越发透明起来。周怀寺显然注意到了我憔悴的样子，他一向聪明，很快就猜到发生了什么。姐，这样下去对你不好，你别动手了。你要做什么，我来做。他表情分外坚定，但现在还没到要用他的时候。我想自己动手。你要做的就是好好读书，考个好高中、好大学，彻底离开他们。周怀寺捡起作业本，我陪在他身边，遇到他不会的难题就慢慢引导，直到他把题目都写完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周怀寺已经沉沉睡去，外面却传出了响声。男人从撞坏的车里醒来，草草将我的尸体掩埋，打车去了医院。这时候才回家。女人看到男人缠满绷带的头，吓了一跳，絮絮叨叨在边上说着些什么，被男人一把推开。少管老子，都是你生的那个畜生，把车撞破了，还得去收拾。女人吓了一跳，赶紧从兜里掏出一把艾草，塞进男人手里。赶紧的，去驱邪，这丫头也是邪门，我们改天给她烧点纸钱吧，别害到阿四头上了。我就站在他们中间，明目张胆地听着他们的计划。撞坏的车被两人连夜清理，叫骂着送去了修理店。高昂的修理费让这辆二手车身价上涨了一番。警察来了一趟家里，周怀寺透过门缝朝外看去，眼看他忍不住要出去和警察说些什么，我挡在他身前，痕迹我都清理干净了，没有证据的。周怀寺看着我慢慢透明的身体，姐，我能帮你的，你现在就在帮我。我指了指不远处的书桌，你要考上一中。男人门卫的工作相对轻松，顶着缠满绷带的头就去上了班。他在外头装的老实，领导对他还算满意，见到他这副模样还口头慰问了几句。老周啊，你保重身体呀，伤得这么重还来上班。男人谄媚地迎合了几句。领导前脚刚走，他立马变了脸色，不屑地哼了一声。就在他低头玩手机的这一刻，我掩护着一个人进了工厂。男人还在刷视频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里面的漂亮主播。下一秒，工厂里响起刺耳的警报声：“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”可男人听不见，我用冰冷的手捂住了男人的耳朵。他没注意到外面的任何动静，任由这个小偷大摇大摆出了门。关门啊，老周，你在做什么？我适时松开了手。男人下意识遵从命令，猛地站起来点了关门的按钮。不过这时候小偷早已逃之夭夭，反而将工厂里的保安一干人拦在了里面。工厂加工的是市场上新潮的智能小机器人，和设计公司签订了保密协议，保证不会将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透露，试图垄断市场，否则工厂就要承担高额赔款。为了这个合作，工厂特地加固了安保设施，每一个进来的员工都要刷工牌、人脸识别。可现在，一个外来人没有受到任何阻拦，大摇大摆进了工厂，甚至偷走了芯片。领导黑着脸打开了监控，男人自知不妙，额头上汗珠密布。监控里，男人一直在刷视频。小偷进来的时候，警报响起，他也无动于衷。他被当场开除，甚至摊上了一笔高额的赔款。偷走个小东西又怎么了？现在哪里没有贼？男人硬着嘴继续说：“这个警报声音太小了，我根本没听见。那么多保安都抓不住他，凭什么要我赔？”我飘到电脑前，手指轻轻一按，画面里领导不小心将一块表落在了窗台。男人看见四下无人，不动声色将表塞进了口袋。男人对着手机污言秽语，上面是一张领导妻子的照片。监控里，
男人毫无顾忌，甚至对着监控大骂领导，往地上吐口水。好，好，领导气得浑身发抖。证据有了，你就等着警察上门吧。女人正在收拾东西，那个小房间是我住了10几年的地方，阴暗湿冷，总有一股潮气。她别着把艾草，小心翼翼地收拾我房间里的东西，将被褥丢出去后也没发生什么怪事。女人放松了警惕，晦气东西，死了也给我找事。她小声嘟囔着，发泄般把我的作业本撕烂。可突然间，她眼前又出现了幻觉。5岁的我不会扎小便，跌跌撞撞地跑向她，妈妈扎头发，扎头发。我进来的动静吵醒了睡着的周怀四。女人狠狠给了我一记眼刀，回过头去抱着周怀四哄起来。彼时的我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上前拉住了女人的衣角，抬头看她，妈妈扎头发。女人哄睡了儿子，提着我的衣领把我拎出去，小心翼翼关上了门，然后砰一下按着我的脑袋撞向了墙。扎头发，我叫你扎头发。她举起一把剪刀，抓起我的头发胡乱地剪起来。我无力地哭泣挣扎着，直到里面又传来孩子的哭声，女人才停下动作。现在女人举起了一把剪刀，在幻觉的引导下，她把头发当成了我的鬼魂。我杀了你这个妖怪，我杀了你！她双眼赤红，胡乱抓起了自己的头发，一刀又一刀下去，碎发飘满了整个小屋，长发被她剪得长短不一，最后她已经抓不住自己的头发了，一剪刀朝着自己头顶刺去。我打了个响指，幻觉消失，剪刀堪堪停留在了头顶。女人的身体慢慢滑落在地上，她捂住了自己的脸，哭得泣不成声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放了我吧，萍萍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她全然没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只是因为害怕和恐惧而求饶。她小心地从地上起来，将房间里所有尖锐的东西丢了出去，然后戴上帽子跑出门去买纸钱。纸钱在我房间里焚烧。女人跪在地上，一个劲向我忏悔求饶。萍萍，妈真的知道错了，你饶了妈妈吧。都是那个男人，那个男人要杀你，妈妈拦不住啊。我枯坐在床沿，只觉得这出戏码有些无聊，但很快我安排的惊喜就到了。男人回来了，他丢了工作，又闯了大祸，一听到要喊警察，腿就软了下来，跪在地上，一把鼻涕一把泪求起来。好在小偷被顺利抓到，工厂没有太大损失，但他还是摊上了一笔债。他带着怒气和怨气回家，一开门却闻见了呛人的烟灰味。男人屏住呼吸绕过去，正看见女人在烧纸钱，一张又一张丢进火盆，还对着我初中毕业后的合照又跪又拜。娘的，你在做什么？他气势汹汹上前，一脚踹翻了火盆。火星子溅了女人满身。你在给谁烧钱？给这个畜生！男人很快就回味过来，工厂里是谁在做手脚。停下的监控突然播放起来，刺耳的警报声他没听见，还有那起莫名其妙的车祸。畜生，你给老子滚出来！滚出来！他大声叫嚣着，手上拿着把扫帚胡乱挥舞，纸钱灰飘满了屋子，一地狼藉。我静静看着他发疯，像是在看一场猴戏。当天晚上，两人躺在床上，好不容易有了睡意，窗帘突然动了起来。女人睁开眼睛，惊恐地看着好似变成人形的窗帘，一会儿是我头破血流的脸，一会儿是我年幼时的样子，一会儿又变成初中时的我。她尖声叫起来，双手抱头，摸到了参差不齐的头发。萍萍，你别来找我了，真的不是我害你。萍萍，算妈妈求你了，你要什么妈妈都烧给你，你别吓妈妈了。
窗帘还是在随风变换各种模样。女人的态度也从求饶慢慢变得强势起来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从小到大我有亏待过你吗？不过是打了你几下，你到底要怎样？又不是我害你的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找我有什么用？是你爸想要你死的，他想要你的命，他一直想要儿子，你生下来就想杀了你了，还不是我妈，你外婆把你保住的。他在床上又踢又叫，陷入了一场深深的梦魇中。梦中，他被剪刀剪坏了头发，想戴上帽子遮丑，却被强势的女人拦住。别人还不知道你长什么鬼样子了，遮个屁！你就这样出去吧。他被女人推出了门，背着小包走在路上，一众同学嬉笑。没有头发的小光头，没有头发的小光头。他捂住了头，上课也不敢放下手，被老师训斥，只好红着脸放下手，迎来了全班同学的注视和嘲笑。转眼又到了小学，他还穿着过分短的旧衣服。学校组织捐款，他拿不出来钱，低着头在饭桌上提出自己的请求。女人直接一巴掌抽在他脸上：捐什么钱？我们家什么条件你还不知道？给我们捐钱还差不多。初中的时候来出潮，他什么也不懂，垫了几张薄薄的纸巾上去，还以为自己得绝症了，哭着跑回家求助。女人骂骂咧咧的让他脱下脏裤子，让他蹲在卫生间里自己手洗。这点小事你都做不好，你还能成什么事？他逐渐变得自卑、敏感，别人对他一点好就开始感恩戴德，甚至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一份好。女人在梦魇中尖叫一声醒来，被吵醒的男人皱着眉头：娘的，大晚上不睡觉做什么？他来找我们了，他来找我们了。女人神神叨叨在边上念着，很快脸上挨了一巴掌。谁来找？周平，那个小畜生赶来，他要是赶出来，我打不死他。男人喘着粗气，重重翻了个身，床边却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，直接将男人的瞌睡赶跑了。爸爸，爸爸！耳边好似传来女孩的声音，男人瞳孔剧烈收缩，下一秒他被拉进了一具躯壳。男人抬起头，看到自己扭曲的食指，一个人按在他身上，而背后一个酒瓶朝着他打来，一下又一下。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肋骨的断裂，然后是扎进内脏的剧痛。求生的欲望让他不停朝前爬，剧痛则让他仰起了头。背后不知道谁拉住了他的双脚，又一下酒瓶砸落，正中了他的后脑勺。两人都沉浸在痛苦的幻觉中，身体扭曲成各种姿态。我漂浮在空中，慢慢欣赏着，做个好梦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请来了个道士，据说是方圆10里降妖除魔有名的。女人戴着帽子，颤颤巍巍站在男人身后。这么快，他就脸色苍白，双目无神了。这道士先是神神鬼鬼表演了一番，然后在屋子里绕了一圈，深呼一口气，这亡魂久久不散啊！大师，大师，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赶走这个鬼？女人眼前一亮，冲上前抓住了道士的手。我飘在道士身边，看着女人惊喜又怨毒的眼神，带我回去取一剂符水，你二人饮下便可无恙。道士的小弟子走到边上，对着男人比了一个数，两人交了钱，道士和小弟子麻溜地走了。离开前，还朝着我的方向说了一句：丫头，你这怨气深重，怕是投不了好胎了。我也没想过再投胎做人，早在被父母活活打死的那一刻，我存在的一切意义就都是复仇。喝了伪装成符水的白开水后，两人因为心理作用神清气爽。我坐在电视机上，看着他们从谨慎小心到慢慢放松，可算是制住了那小棺材鬼。女人瘫在沙发上，摘下帽子，露出剪得乱七八糟的头发来，
推了一把男人：“怎么没去上班？请假扣工资啊？”男人梗着脖子，没说出被辞退这件事。还不是那畜生！老子的车坏了，怎么去？骑着你去上班？女人哑口无言。家里只有男人在外头工作，他也没收入，只能悻悻闭上嘴，到厨房做饭去了。这次我没有再动手，看着他们难得安稳地吃了一顿饭，给了希望，又剥夺这份希望，那才有意思。相安无事地过了几天，我看着男人偷偷变卖了二手车，将女人藏在橱柜上方的支票统统拿走，勉勉强强补上了漏洞。女人则把符水当神丹妙药，偷偷变卖了嫁妆，全部买了符水，把它当饭喝，喝到肚子圆滚。我冷眼旁观着这一切，时不时动些手脚。后来的日子里，隐患会一层一层被揭开，估计两人这辈子都没剩下什么好日子了。终于在第7天，周怀四从学校回来了。姐姐，你还好吗？他背着书包冲进了门。我的模样已经变得透明，和空气没什么两样，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，显然是不好的。挺好的。我回过头对他笑道。辅导完了作业，我引导周怀四去我房间，在一地灰烬里找到了上海完好的笔记，这里每门课都写得清清楚楚，你应该用得上。还有不会做的题吗？今天都问了吧？你要走了吗，姐姐？周怀四瞪大了眼睛，紧紧抱着那本笔记本。你还没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帮你？我凑近他耳边，将后续的计划都告诉了他。等我说完，再一回头，黑白无常两位大哥静静地站在我身后。周怀四是看不见的，他已经沉沉睡去，还伸出一只手试图拉住我的衣角。丫头，你……他们上下打量了我一番。你这样的鬼恐怕是入不了轮回了，不过我们替你去说两句好话，说不定你能在地府找个工作。我摇了摇头。谢谢两位大哥，我不去地府了，我想就这样留在这儿吧。黑白无常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这样的鬼，恐怕没多久就魂飞魄散了，什么神仙都救不回来。丫头，你想清楚了吗？我能感受到自己魂魄慢慢消散，连触碰死物都成了件不可能的事，日子一天少过一天。我想清楚了，从这天起，周怀四彻彻底底看不见我了。我飘在他身边，听他在屋子里找来找去，一声比一声恐慌地喊我姐姐。男人和女人把他抓起来，强行往他嘴里灌符水。儿子这是中了邪了，喝了符水就好了呀，喝呀，快喝！男人撬开了他的牙关，女人则负责往里头灌符水。喝了就好了，喝了就好了。周怀四确实好了，不再执着地找我。等他周一去上课，男人也出门去逍遥，嘴上说着上班，其实他现在还没找着工作，被外头服装店里的老板三言两语忽悠地开始买彩票。而买彩票的钱来源于我藏在沙发下的金镯子，那是女人唯一留下的一件嫁妆。女人照常喝完了一大杯符水，开始为男人做饭。她性子急躁且粗心，常常临门一脚才想起事情来。这回料酒瓶子空了，拿上钱，她急匆匆地出门去买料酒，灶台上的火却忘了关。我飘在厨房里，看着锅里的肉变成焦炭，火势慢慢蔓延开来。而女人的鞋正巧出了问题，走到一半鞋底掉了，她只能先去趟隔壁小店换双合适的。火越来越大，绕着窗帘上去，房子上方冒出了黑烟，消防车呼啸着赶到，及时扑灭了火灾。女人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连滚带爬地拿着料酒跑过来，可房子一半已经变成了废墟。男人刚从彩票店出来，金镯子换得的彩票全部打了水漂，他一脚踹飞地上的塑料瓶，
抬头却看见了不远处冒着黑烟的房子，那个杀千刀的倒霉蛋。他哼着小曲儿，一步一晃走了过去。男人终于看到了那个冒着黑烟的房子和边上赤着脚大哭的女人。娘的，你干了什么？他大步上前，扯住了女人的衣领，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她。你把房子烧了，关我什么事？还不是你要吃红烧肉？你要是不吃，能出这件事吗？女人理直气壮地回复，将锅推到了男人身上。男人和女人扭打在一起，互相指着对方鼻子数落。我看够了热闹，不再留连，朝着周怀寺的学校飘去。回到学校后，周怀寺开始发奋努力学习，周末也不回家，在外面找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店铺打工，赚取未来的学费。我给周怀寺的笔记本里夹着还没来得及用上的一笔学费和生活费，足够他过完初中，而剩下的需要他自己努力。他在学校里帮工赚点小钱，将教室里的空瓶收集起来，一点一点攒下来。3年后，他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。录取通知书发下来那天，周怀寺还借住在24小时营业的店铺里，早上去超市当临时工，下午去给小学生补习。他抱着录取通知书，蜷缩起来蹲在地上，突然之间流下眼泪来。姐姐，我好想你。我凑近他，张开手轻轻环抱住了他。男人和女人还蜗居在那个半破的房子里，简易地修缮了屋顶。两人互相打骂了几天，没吵出什么结果，像是揉成一团的橡皮泥，分割不开彼此的颜色了。只知道混在一起是一团黑，没了钱，没了工作，只能出门谋生。两人只找到了环卫工人的工作，又苦又累，整日弯着腰，好似抬不起头。听说周怀寺考上重高的那天，两人又精神了起来，大肆宣扬。你知道周怀寺不？就是那个考第1、考上重高的，那是我儿子。男人逢人就炫耀，不过略微知道一些他家情况的人都退避三舍。邻居阿姨赶忙牵着孙女走开。囡囡，别听这人说的话，儿子出息也不是他教出来的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呸，就是嫉妒老子生了个好儿子。男人往地上吐了一口痰，女人大喜过望，赶忙在暑假最后一天，连拖带拽把周怀寺带回了家，给他做了一顿饭。这些钱你收着，去学校了买点好吃的，好好念书，以后出息了好孝敬爸妈。周怀寺把钱收了，沉默地吃完了饭。我陪着他踏入了一中的教室，看着他慢慢长高，褪去了青涩。他基础有些薄弱，在这个优秀学子如云的高中里，一开始排到了吊车尾，于是他成了办公室的常客。但凡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就一定会找老师解答。直到后来，他写的题目我也有一大半看不懂了。他参加竞赛，我就陪着他熬夜做题；他在运动会上奔跑，我就飘在他身边给他加油。高考落下帷幕，男人和女人那天来校门口接他，他们已经老了，这几年断断续续的还债。男人又沾上了毒瘾，一拿到钱就去彩票店，幻想着一夜暴富。女人则摔伤了腰，一到雨天就直不起腰杆，痛不欲生。他们絮絮叨叨地说：“你老师说你成绩不错，志愿填的大吧，路又近，到时候回家方便。”阿四啊，红衣你还记得吗？她有个闺女和你差不多大，改天你见见，也认识认识。阿四，大学好好读，以后爸妈都指望着你呢。周怀寺通通应下来，破天荒露出一个微笑。女人以为儿子和他们冰释前嫌了，高高兴兴地拉着他去饭店，斥巨资请他大吃一顿，幻想着未来周怀寺出息了，把他们接进大别墅里。还是儿子好，儿子有出息。酒过三巡，
男人大口喝着，面泛红光，又开始叫嚣：“女儿都是赔钱货，糟蹋老子的钱！”我站在周怀寺身边，不约而同地和他露出了一个相似的微笑。录取结果下来了，周怀寺去了北京，这是我们俩早就说好的。男人和女人得知这个消息，匆匆赶回家。本应该由他们支配，被他们拿捏的周怀寺，早就不翼而飞，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。他妈的，老子还管不住你了！谁让你去北京的？红姨的女儿也没见，你是要造反呢？阿四，回来吧，北京那么远，爸爸妈妈也是担心你，怕你适应不了。两人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。周怀寺挂了电话，面不改色地加入了室友的队伍。周末难得打2局游戏放松一把。我飘在几人的上空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心痒痒，也想上手操作一番。阿四，回家一趟吧，爸爸妈妈也想见见你。你爸爸他知道错了，以后不会管着你了。红姨的女儿你还没见过，你们俩年纪差不多，挺般配的，早点结婚好，早点结婚生个儿子。周怀寺拉黑了他们的号码，他已经大学毕业，直接在北京扎根生活了下来，也有了一生的挚爱，去见过了女方的家长。又是5年过去，他买了房子和车，终于和挚爱的妻子踏上了婚姻的殿堂。中途回来过一趟，取得了户籍证明，办了结婚证。男人女人连他的面都没见上。婚宴上，男方亲属那一桌空空荡荡，有人提议让他朋友坐过去，周怀寺拒绝了。我姐会来的。我坐在那张空无一人的亲属桌上，看着周怀寺给妻子戴上钻戒，眼泛泪花。他好似感知到了什么，回过头和我遥遥相望。周怀寺拉黑了他们的电话之后，男人和女人收拾了东西，动身来到北京，一边打工，一边打听周怀寺的消息。男人还是手脚不老实，本来就没留下存款，还想着去买酒，心思一动，偷了个过路人的钱包，尝到了甜头，他胆子越发大起来。有了第2次，就有了第3次，最后直接去黑巷子里抢劫，结果被当场抓住。可他把锅推到了女人头上，说钱都是女人花的。两人在路边又大打出手，最后双双被送进警察局。因为偷盗数额高，两人被关了几年才出来。一出来又开始打听周怀寺的消息，这回终于被他们找到了。我跟在他们身后，他们像粘在一起的烂泥。上街买了个大喇叭，还花了所剩无几的钱定做了横幅，打算让周怀寺来个身败名裂，从他身上再捞一笔。这时候他们眼里早没了情分，天还没亮，他们就沿着弯弯绕绕的小路，拿着东西前往周怀寺在的小区。我一步一步跟着他们，看着他们熟悉又陌生的脸。曾经的我对他们是这样厌恶和害怕，但现在我却能安静地站在他们身边，内心毫无波澜地跟着走。在他们拐过弯，走在河岸边的那一刻，我最后看了一眼远方，随后用尽全部力量将他们推下了河。在冰冷黑暗的水中，我看着他们垂死挣扎，听着他们渐渐微弱的呼救声。太阳升起来了，光照在我身上，顷刻间，我化作了烟尘。不远处的医院里，周怀寺小心翼翼抱着刚出生的女儿，和挚爱的妻子相视一笑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